世间传说颇多，都说我与金子轩不睦，却无人知晓。我们算是义兄弟，你可以叫我师叔，也可以叫我大舅，甚至可以叫我义叔。不过也许你最愿意叫的是杀父杀母的仇人。精灵没忍住泪水，泪珠倏地从眼眶中滚落，哭声再也收不住。小叔叔要杀我！赤峰尊的事情败露，仙门百家要废了敛方尊，将金家宗主之位给我，小叔叔就要杀我。明明前一天他还在无微不至地照顾受伤的我，转眼就能痛下杀手。这10多年的关爱竟是假的吗？这世上根本没人在乎我。魏无羡也茫然，10多年的恶名可以一朝洗清，10多年的爱也可以一朝反转。这世上难道真的没有亘古不变的真情了吗？此时身后却是响起一道声音：魏婴。这声音并不陌生，孤魂野鬼孔总10余年，常闻琴声，凄凄爱爱，这声音日复一日地唤他，魏婴，魏婴。魏无羡回过头，瞧见门口立了个人。刚好夕阳西下，屋子坐北朝南，金色余晖自一旁窗边洒进来，似是给这人镀了一层金边。那披麻戴孝、影影绰绰的衣袖下摆随风微动，发冠高耸，庄严的叫人心动。蓝忘机向前挪动一步，露出脸来，琉璃色的双眸似是盛满了水，亮得惊人，凝望着他。将近14年的分别，即使对修仙者来说，14年也远不能说是眨眼而过，许多事情都变了。献射成功后，定居此处前，魏无羡骑着小苹果路过采衣镇，瞧见郊外的枇杷树长高了许多，和边浣衣的女子全然陌生，就连犄角旮旯里飘着发愣的孤魂野鬼都是生面孔。附近巡逻的蓝氏弟子倒是有些脸熟，不过也不复青春了。蓝忘机自然也不是全无变化。半年前在墨家庄来去匆匆，惊鸿一瞥，如今二人面对面站着，魏无羡一眼望去，便见蓝忘机应是长高了，肩膀宽了许多，人还是那个人，但却不再有少年意气。平日该是不苟言笑的仙君，可仔细瞧瞧那双琉璃色的眼睛，里头竟是暴风骤雨。魏无羡一时有些恍惚，猛猛地迎着那暴风骤雨上前，脑子里闪过许多东西，最后没头没脑地伸手捏了捏蓝忘机的肩膀，很羡慕地说：你好高啊。身后的精灵露出了略微怪异的表情，江澄对他说过的一些话闪过脑海，他警惕地抬头看向蓝忘机，而蓝忘机那张如玉面庞上则再无经年不化的冰霜。他握住了肩膀上那只手，温柔说道：魏婴，你还是一如往昔。仙门战况远比村头佃农们口口相传的更复杂。墨家庄的那只鬼手在大梵山重伤了业猎的精灵，杀了10数修士，若非江宗主与寒光君2位仙手都在，恐怕整座山的修士都要命丧那处。之后精灵被送回兰陵，兰江2家追查逃匿的鬼手。毫无头绪之时，不知哪处侠士献上了一本夷陵老祖手稿，以其中术法终于抓捕了鬼手，并召集了其余身体，独缺头颅。而那无头尸体竟又冲破重重禁锢出逃，一路发狂，最后于清谈会时奔至金陵台，闯入密阁，那颗死不瞑目的脑袋尚才重见天日，金光瑶之秘密终于大白天下。而这时距离鬼手于大梵山大开杀戒已经过去了整整4个月，可随之而来的并非元凶落马报仇雪恨的戏码。金光瑶到底权势滔天，当机立断下令诛杀精灵，讨伐天下。其余家族有的依附于兰陵金氏，愿意做牛做马，而不愿苟且的便四处奔走，于前日终于组成联军。期间各族摩擦不断，新的射日之争尚未正式打响，可杀戮已然开始了。蓝忘机心绪万千，从年少时便深埋心底的爱慕，终于在此时此刻看到了曙光。可许久之前的诀别永远是他心底的伤，即使是在垂死之时，魏无羡也是不愿接受他的。他垂下眼眸，感受着掌中那只手比过去纤细了些，柔软了些，指腹有些茧子，应是常年输血而来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行按下那洪水滔天般的思念，开口只是淡淡的：你可愿加入联军？这是正事，也应当是他们寻找魏无羡2个月的唯一目的。精灵也收了别的心思，目光转向魏无羡，心想他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？可魏无羡只是笑了笑道：饿了吗？我给你们做饭吧。
最后当然不是魏无羡做的饭。蓝忘机跟着他到厨房转了一圈，看见各种各样的辣子和缸里满满当当的米，大概猜得到这几个月对方吃的应是千奇百怪的辣椒炒饭，并不惊奇地唤出了守在院外的蓝景怡与蓝思追，三人一起在魏无羡与精灵惊讶的目光中做了一桌子菜。5个人6菜1汤，色香味俱全，尤其是那道莲藕排骨汤，香气扑鼻，软糯无比。魏无羡吃得大呼过瘾，餐后几个小辈在屋里收拾，而魏无羡则拉着蓝忘机出去散步。天色已晚，村里普遍烧不起灯，此时大约都已准备睡了，只能瞧见更夫坐在田垄上抽烟。魏无羡带着蓝忘机来到钱老大屋子前，茅草屋勉强挡住外头风霜雨雪，大门破破烂烂的经不起别人一脚，前后没有院子，屋顶的草堆有些塌了。魏无羡对蓝忘机说：钱老大是村里佃农中过得最富足的一家了，你看屋子都不漏雨。蓝忘机一愣，不知他为何说这些。魏无羡没多解释，又拉着他走到张三屋前。屋顶薄薄一层，露出几个窟窿，对面是李四家，窗户也破了，屋外的水缸壁上有洞，用着看不出颜色的布堵着，缓慢而持续地往外漏水。这两家总是打架，一个爱吹他在巴蜀做外门弟子的表叔，一个爱吹他在兰陵金氏结了单的闺女，白天吹完牛，晚上回这里睡觉。村里人都羡慕他们有靠谱的亲戚，还有间能遮风避雨的屋子。蓝忘机没有说话，目光沉沉地看着这人间。夜间风大了些，魏无羡捋了捋耳边碎发，又带着蓝忘机走到村口。村口界碑石早已被风雨打磨得很光滑，上头写着汪家村3个不怎么好看的字。这里本是崇州汪氏的地盘，仆从的家人们便住在此处，自给自足。后来汪氏家主在夜猎中丧了命，家族倒了，村里也没了着落，别的世家来了又走，每换一个宗主，村里人就要脱一层皮，层层税收收到了50年后，没有办法，便只能卖田做佃农。而今这里属于姑苏蓝氏，听钱老大说，已经是数十年来最好说话的宗家了。可他们每年种的粮仍要上交一半，过去定下的税也没有全部免除，辛勤1年，一家人也就勉强果腹。蓝忘机皱着眉头，张了张嘴，又说不出话来。打更声由远而近，2人抬起头，看着打更人嘬着烟枪慢慢走近。那人打招呼道：莫公子还不随啦？你朋友。然后那打更人才看到蓝忘机身上名贵的锦缎，头戴抹额，发冠高耸，腰间佩剑，一眼便是极厉害的仙气，连忙跪下磕头：宗家好。仙门不讲究磕头，即便身份贵重如蓝忘机，长到这岁数也着实没被人磕过头，一时惊慌，退开半步。魏无羡却笑着将那人扶起，轻轻对蓝忘机说：外门弟子来收粮，气派可都大得很，不磕头是要挨打的。每次割了稻子，佃农们都要看着仙门世家弟子们穿金戴银，骑着高头大马，一车一车地拖走他们的粮食，他们要磕着头迎接，再磕着头送走。蓝忘机茫然：即使如今的宗家是姑苏蓝氏。魏无羡点头：即使如今的宗家是姑苏蓝氏。无人言语，唯有风声。打更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瞧这位气质不凡，应在宗门身份不低，心下大惊，这深居简出的莫公子竟能和如此人物谈笑风生，果然也不简单。从此以后，怕是无人再敢和莫公子插科打诨了。可忽然一张符贴到他额头，打更人恍惚一阵，摇摇晃晃地走了。蓝忘机眨眨眼，看着打更人走远的背影，任夜间微风吹拂他的衣摆。你消了他的记忆。魏无羡笑着摇摇头：我可还要在村里混呢，总不能让人知道我和大名鼎鼎的韩光俊说得上话。既要留在村里，又只说和蓝忘机说得上话，这便是拒绝先前的邀请了。蓝忘机应当争取的，可是夜风微拂，四周萧瑟，他本就不善言辞，如今更是说不出一句话。魏无羡却继续说道：为何要打仗呢？蓝忘机沉默。魏无羡自顾自说了下去：我当年打温家是为了报仇，岐山温氏残暴不仁，杀我将士满门，此仇不报枉为人。可是然后呢？我并非说不该报仇，魏某远非慈悲之人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，不外如是。可打仗需要旗帜，需要好处，
不是所有人都和温家有血海深仇，没有旗帜没有好处，如何说动他人跟随？所以射日之争是抵抗邪恶，是正义必胜，是大道永存。可是什么是正邪，什么是大道呢？